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咱们今天又要分享一款老物的玩具了啊！这一款是当年的 BM 猛兽侠里边的一个超召级的这么一款红龙威震天，也是无敌龙啊。这个估计对这个造型的无敌龙啊，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很深的就是它这个后边这个大翅膀。到人形时变成一个斗篷，可以把身体完全包裹起来的那个样子。而且咱们之前，我忘了我发没发那一期啊？那一期我记得应该是发了。那一期是麦当劳玩具里面，也是 BM 的一个很多的一个角色的一个放到一起去分享的。那个里边就有一个无敌龙啊，当然那个无敌龙做的很简单啊，那个打开式就变成这个龙的样子。然后这个合到一起啊，把翅膀合到一起变成人形啊，那个相对于简单一些，但是基本上那个麦当劳那款呢，应该是把它的变形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结构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而这款超召级的这个无敌龙呢，它的变形思路啊，或者说它的整个的变形感觉跟那个是一样的。而且咱们还能够看到红龙威震天的一些很多的一个，怎么说，一些就是咱们看到就是旧变体，旧变体这个红龙威震天的那些细节，这上面还是有啊，依旧是里面是一条龙，但是它的翅膀已经不是这个，咱们就是熟知的这么一个啊，这个就像旧变体的那个里边的那个样子啊，就不是那样了啊，而是这个后边这个灰色的这么一个翅膀，就非常像蝙蝠吧，蝙蝠的那种翅膀的感觉，而且里面包括是这个还是这个红色的这款红龙啊。其实我对这一款还包括那款大头威啊，也是一直想玩，就是当时入坑的时候就一直有这种想法，但是后来呢一直没有如愿，比较可惜。终于现在有这个机会能够玩到这一款了，还算是幸运吧。因为毕竟有很多的玩具其实是我入坑的时候就想玩的，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就错过了啊。而且这么多年过来，能够补完这么一个我心里想玩的这个玩具也算是个人的幸运啊。当然这款呢，变形呢，其实跟之前的金属变体的红龙的变形有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它要比那个简单一些啊。金属变体的那款红龙的这个上下颠倒是那个变形啊，是稍微有些复杂啊，就是不熟悉结构的第一次变肯定会懵。这一款，即便你不熟悉的话，你第一次变也不会太有很多的障碍，因为它最难或者说最需要记住步骤的地方，就是它整个龙形的上半身，就这个地方。往这边旋转90度之后，基本上就 OK 了，剩下就是归后边这个大翅膀啊，也没有别的多复杂的地方。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啊。红龙威呢，金属变体那一款呢是稍微复杂，但是呢处理的两方面的效果都很好。而这款 BM 的这个红龙呢，简化了一些，就是让咱们需要记住的一些步骤啊，简化了，然后呢，给咱们的一个把玩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觉和体验，这个是最主要的事情啊。好，基本上龙形就是这个意思吧。后边的这个大翅膀也非常的大，这个尾巴我个人啊喜欢这样摆，我不喜欢把这个，因为人的拳头啊手臂是在这个地方，把它盖下来了啊，我给它这样放，稍微还能盖住这个手臂，还好一点。然后呢，整个的大翅膀啊展开会非常的大，它的这个后边的这个翅膀啊，整个展开三节的一个，这边一个钢轴，这边一个钢轴，这边一个钢轴，每个翅膀分3节，所以最后它需要包裹住身体的原因就是
都加了这么些关节，这算是在当年的玩具里面可动算是多的了啊。然后呢，它后边用到了这些板件的折叠，因为它的龙形的这2个小臂是变成了人形的腹部，就这2个东西折叠之后，所以它后边要折叠出空间出来啊。然后呢，最后到人形的包裹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空间感是必须要有的，但内部还是有刻画的啊。这些细节刻画不是说现在的重置的 BW 玩具才有这个刻画，以前就有，以前反而刻画的倒是比现在感觉要更漂亮一些啊。然后呢，剩下的就是整个是你可以看到，这是人形的胸口竖过来了啊。然后呢，人形的这个右臂变成了尾巴，人形的左臂呢变成了头，因为红龙的头本身就是左臂变的啊。好，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意思吧。而且我总感觉这个手臂应该是有可动的啊，就是联动，我感觉。是有啊，因为总觉得这样像金属变体，像 BW 这些老玩具没有一些可动的话，总觉得会少些什么啊。这应该有，但是我就感觉不是太灵。行吧，这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造型。咱们现在开始给它变形啊，镜头给它调高一点。好，它的变形呢，基本上需要注意的，我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上半身这个翻转啊，剩下的就是基本上捋顺它后边的这个翅膀就可以啊。当然，第一步先把这2个龙爪给它翻到里边去，后边啊，这个大翅膀啊，这个料子非常的厚实啊，摸着就非常有那种玉质感的感觉。后边的这个双关节，这个颜色的这个料子的双关节给它拉开，然后整体把这个地方的双关节也拉开，手臂对折，好，放好。然后呢 ，BW 里面最喜欢用的一个结构就是开胯，打开。好，这是从这儿能看到人形的这个右臂啊。然后把这个胯打开之后，你就可以把整个的身体给它对调成90度，变成这样。然后呢，再通过这个双关节的折叠，你再把胯部这个位置再给它扣回去，扣紧啊，腿拉直，当然是球关啊，很容易掉。好，然后你看这个身体这个地方就空出来了，空出来呢，咱们需要给它往下，这个后边的这个双关节给它往下折，折到这个位置，看正好这个胳膊这个地方顺着球关往回折，然后双关节给它往里叠。当然这个结构不得不说是变形设计挺巧妙的啊，这一点我不得不承认。但是呢，就是这个结构呢，也同样带来的一个小缺点吧。通过这个双关节啊，把它给它放到里边去。不得不说，这个手臂这样折叠变成腹部确实有想法，这个细节也都有，但是中间没有任何的卡点，导致呢，你把它归到位置之后呢，你摆一些可动，这个腹部会炸开一个缝子啊。如果中间有一定的卡扣，或者内侧啊有个地方有卡扣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吧，就是让这个腹部的一体性会更好。现在就是很可惜，一体性很一般啊，中间永远会有道缝子，会越扎越大啊，会影响美观吧。好，手臂咱们给它折过来，
然后这边呢，熟悉红龙的肯定是知道啊，这边肯定是龙头变成另外一只手臂啊。然后呢，你看刚讲了，忘了一步，先等会儿再折这个腹部啊，因为这个地方需要留出空间，咱们要翻头。这个地方抠开，前面这个地方抠开，打开。头雕这个地方呢，需要我们往上给它顶一下，因为这个地方不太好拿手去操作。好，抠出来啊，然后这块板子给它压下去，再扣好。好，这个时候咱们再把这个胳膊给它放进去啊。刚才光聊天了，把这一步的前后顺序给忘了。我看看啊，这一步。好，腹部放好。好，基本就是这个样子啊。好，手臂放下来，然后整个的这个翅膀咱们要给它往下折，往上拔，折起来。好，把腿再调整一下啊，因为说实话，这款的站立性其实不是太好，因为它的这个腿后边这个地方前肢跟这个地方虽然看似是分离，但是这个后边往下掰，反正我掰不动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独的有一个脚后跟可以往下掰的这么一个结构这块是死的。如果它能往下再掰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你看腹部这块又炸开了，这是我个人感觉吧，唯一这一款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腹肌，中间如果有一个锁点的话，会更好一些好，我看一下能不能把它。如果我是说如果官方如果有想法要重置这一款的话，我觉得会把这些缺陷稍微改一改，因为现在的官方对于改模这个方面的这个积累的经验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如果他真的要想改的话，会改的很容易。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吧。当然，它最让人熟知的形态就是斗篷把自个儿裹起来的那个造型但还是看看这颗头应该是有面罩的因为这颗头让我最熟悉的应该是它在思辨的身体里边通过思辨的那个头里边伸出来这张脸是让我最熟悉的。包裹起来呢，其实就稍微规制一下它的这个四肢，然后呢，就直接把它往这里面裹。这边有两个凸是对应过来的。把这个脚底板咱们要给它往外撇一下对准，然后调整一下，看看能不能咱们给它站住
看看这个腿往后调一下啊，会不会好一点？因为真的，它这两个脚的站立性啊，不光是人形，龙形还稍微好一点，毕竟后面有个尾巴能够给它支一下一个重心点。但是呢，人形态包括这个形态，真的让它站住了的话，确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我把这尾巴再调一下吧，这个地方。好，这个地方扣上，两只脚放上去。好，前面啊这个翅膀上的这个卡扣啊，其实也不是很紧，很容易崩开啊。行吧，就这意思。如果你想让它站得特别的稳的话，我建议是把这个脚给它往里边缩到里边去为最好，让它稍微有一个重心点来支撑，因为最伤的还是后边这个地方，看，这是最让人伤透这个脑筋，想让它站住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啊，就在这儿，行吧，勉强调整了半天啊，这是这款我唯二不喜欢的地方，唯一就是那个腹肌那一块没有卡扣，没有锁定，让腹肌很容易炸。唯二的地方就是这个脚后跟啊，如果那个脚后跟单独往下能够掰1尺的话，就能够解决站立不好的问题。不过呢，也不耽误它是一个好玩具啊，这一点真的，玩过这款斗篷龙之后啊，其实我更想玩一玩那款大头威，那个大脑袋底下长了很多爪一样的那个啊，那个大头威，其实我也想玩啊，因为也毕竟对于 BW 和 BM， 尤其是 BM 啊，我可能跟很多人不太一样，我对 BM 的这个动画是从头看到尾的啊，是看过的，我个人的感觉很好，不是很排斥，虽然有些角色很丑啊，很丑，但是呢，剧情和那个极少数的人物在刻画上面很饱满，这是让人很喜欢的地方。所以说，如果有机会吧，能够玩到那个大头威呢，我也想尝试一下那款的变形啊，反正那款也是当年玩具里边，包括跟这款斗篷龙一样啊，也是很多的一个不同的，就是设计师对于角色在于玩具化的一个实体化的这么一个，就是设计出来之后的这个想法和这个当年的动画能不能有多少契合点啊？其实也是我喜欢 BM 的一个原因啊，因为 BM 里面的变形很多都是长出来的结构，而并不是变出来的。这对于从动画里面把角色实体化之后，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一直都说很喜欢老幸，就在这，因为当年他带队做的 BW 那些玩具真的很赞啊！所以说有机会吧，能够玩到那款大头威呢，也会跟大家做视频的分享，好吧？那么这个呢，就是小金的变形金刚玩具视频，谢谢观赏。